很少有一种食物啊，它又能够保心，又能够养胃，还能强骨，最后呢能提高免疫功能。如果有这样的食物的话，应该算作超级食物。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食物，它就是日本的纳豆。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日本的纳豆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好处，但是呢，什么样的人呢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纳豆呢是一个日本的传统食品啊，大家知道日本人在健康长寿方面呢，似乎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好一些，人们就很关注他们吃什么。日本纳豆呢是日本人经常吃的东西，虽然呢它跟我们中国的豆酱有点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用大豆做成的，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不一样。日本的纳豆呢，它是通过纳豆的菌发酵以后产生的，而且纳豆它是作为一种类似于主食的东西在吃，它不像豆酱啊，它是一种调味品。纳豆发酵出来以后呢，它表面上有一点非常粘稠的薄膜啊，你把它拌在一起一调的话，它的外观啊有点像那意大利面里面放那烧熟的奶酪，它可以拉丝的，它的味道很特殊，有点土腥味儿。喜欢的人呢就非常喜欢啊，不喜欢的人呢常常因为它的味道啊敬而远之，有点像中国的豆腐乳啊，喜欢的人很喜欢吃啊，那不习惯的人呢真的是闻都不能闻的。正因为如此呢，人们给这个纳豆呢添加了一些不同的调味剂，满足不同人的口味。纳豆的营养到底有多好呢？在100克纳豆里面就有19克的蛋白质，有5.4克的膳食纤维，有217毫克的钙，有8.5毫克的铁，还有115毫克的镁。除此之外呢，它含有13毫克的维生素 C， 23微克的维生素 K 和 1.53毫克的锰。它还含有锌、B1、B2 和 B6。这些 B 族维生素啊，对我们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以后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除此之外呢，它还含有像异黄酮这样的抗氧化剂。总而言之吧，它是一个高蛋白、高纤维、低糖、低热量的食品，对我们关注饮食健康的人来讲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食物。这里面有3个元素我们特别要关注。第一个呢就是纳豆菌，第二个呢维生素 K， 第三个呢就是益生菌。因为这3个因素啊，给纳豆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健康方面的好处。首先我们讲纳豆菌，纳豆菌啊是在发酵纳豆的过程中必须有的元素。这个元素呢，它给我们带来2个好处。第一呢，它会让维生素 K 的含量增加10倍以上，而这个维生素 K 呢，不是我们在蔬菜里面吃到的 K1， 它是 K2。这个 K2 呢，在肉类和发酵食品当中才有，它对我们心血管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后面跟大家详细介绍。第二个呢，就是它产生了一种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呢，它有个很特殊的作用，就是能够溶解血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血管的粥样硬化慢性的血栓形成，有的不严重，有的呢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存在。那么这个纳豆激酶呢，它有溶栓的作用，很多研究啊都提示纳豆激酶在溶解血栓方面有特殊的功效。关于纳豆激酶怎么选、怎么用，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回过头来说纳豆的第2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益生菌。纳豆呢对我们消化道有非常好的作用，为什么呢？首先它很容易消化。大豆本身有很多的抗营养素，比如说脂酸、凝激素和草酸盐，它们其实呢不仅让我们自己不容易消化它，还会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其他营养物质。但是它经过发酵加工之后呢，这些物质呢就都不存在了，所以呢它就很容易消化。最重要的是呢，它直接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每颗纳豆里面至少有10亿个益生菌。这些益生菌呢维护肠道的一个菌群平衡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吸收营养，同时呢把有害的物质呢从粪便里面排掉。不仅如此呢，它还给我们肠道已经有的益生菌呢提供营养，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生长，我们把它叫做益生元。益生菌呢是我们肠道存在的有益的细菌，那么益生元呢是给肠道有益的细菌提供营养的物质。纳豆它既是益生元又是益生菌，
所以呢，它对我们胃肠道的好处是非常大的。我们讲过，胃肠道的微生物的数量超过我们人体细胞的数量，同时呢，它和人体呢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环境，对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免疫功能、消化功能以及对大脑的保健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古人把脾胃叫做后天之本认为很多病都是脾胃不好造成的。现在的医学正在慢慢证实这些古老的说法。另外呢，我们不少朋友有慢性的胃肠炎，这里面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的细菌感染。这纳豆里面还有抗生素的化合物，它对幽门螺旋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呢都有抑制作用。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纳豆的2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就是它的纳豆菌，它通过发酵可以产生纳豆激酶，通过溶解血栓直接有清理血管的作用。第二个就是纳豆通过发酵成为肠道的益生元和益生菌。纳豆在发酵以后呢，它产生大量的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2 又叫甲耐醌，能够调节身体的凝血机制、钙的运输、胰岛素的调节，防止脂肪沉积，还有呢 DNA 的转录。这个 K2 呢，它为什么跟我们的骨质很有关系？它是促进身体里面的钙盐沉积在骨骼里面，而不是要沉积在血管壁上。我们补充很多钙以后，特别是现在在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大家就有一种担心，就是钙呢，它不仅仅是落在了骨骼上，它同时落在了血管壁上，造成血管壁的钙化。那么怎么样防止这个问题呢？就要补充 K2。这个 K2 呢，它是能够把血管壁上的钙把它运输到骨骼上面，就起到了保护血管壁的作用。最近有些很重要的研究呢，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它能够把钙运输在骨骼上，那当然对我们骨骼的健康呢就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呢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所以钙呢在很多添加剂里面都有，但是呢你如果光补钙甚至补充维生素 D， 那么如果缺乏 K2 的话，它有可能给你带来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在100克的纳豆当中它经过发酵呢，它会产生700微克的维生素 K2， 它是没有发酵的大豆的100倍。所以呢，目前来看，纳豆呢是在所有发酵食品当中含有 K2 最多的。特别是对我们吃素的朋友呢非常重要，因为 K2 的其他来源呢主要靠奶酪和肉。既然纳豆是一个超级食物，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它。那么哪些人要注意呢？第一就是对大豆过敏的人或者是对豆类有交叉过敏的人，那么你要小心。第二呢，你有凝血的问题因为维生素 K 它会影响凝血的过程，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话，你要小心。第三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的朋友要控制钠盐的摄取量因为我们知道这高血压的朋友对钠的敏感性比较高。纳豆本身没有多少盐，但是呢为了增加它的口味，在发酵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添加过多的盐，也就是钠，所以大家要注意。至于说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人不用担心，因为纳豆里面含糖量非常非常的少，不会造成血糖的飙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纳豆产品都是健康的，你在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第一呢，大豆是不是转基因的？第二，它的添加剂里面都含有什么？有没有过多的盐糖还有其他为了保鲜增加的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呢，你要把它低温保存。当然了，产地也很重要。如果你对制作纳豆感兴趣的话，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自己制作健康的纳豆。如果有人说我就是不爱吃纳豆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吃其他的富含维生素 K2 的食物，或者直接吃 K2 的补充剂，或者直接补充纳豆激酶？我们在后面的视频继续给大家介绍。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